第4阶段，在你的看板之上添加智能层。我们将构建2样东西，一个能回答关于数据的自然语言问题并执行操作的 AIP Agent， 以及当条件满足时自动触发业务逻辑的 Automate 规则。AIP Agent 就像一个了解你整个 Ontology 的智能助手，它可以查询对象、推荐技师，并在你批准后进行分配。Automate 规则处理那些不应等待人工干预的情况，比如升级预期的高优先级工单。在左侧边栏中搜索 AIP Agent Studio 并打开，点击创建新 Agent， 你会看到 Agent 配置界面，包含通用设置、变量、工具和指令部分。AIP Agent Studio 是你定义 AI 助手行为、知识和能力的地方。把它想象成编程一个聊天机器人，但你不用写代码，而是以声明式的方式配置它，告诉它能看到什么数据，能采取什么操作，以及应如何推理请求。将 Agent 名称设置为 Scheduling Assistant， 类型设置为 Standard， 保存到你的 Capstone Property Operations 项目文件夹。名称很重要，因为它会出现在 Agent 的问候语和审计日志中。Standard 类型意味着 Agent 使用 Foundry 内置的 LLM 路由，它根据查询复杂度选择最佳模型。对于生产部署，你也可以选择特定的模型版本以保证一致性，确保保存到你的项目文件夹中，这样它就与你所有其他的 Capstone 资源归为一组。在变量部分添加4个对象级变量，每个 Capstone 对象类型各一个 ：Capstone Property、Capstone Tenant、Capstone Technician 和 Capstone Maintenance Job。对每个变量开启 Agent 可以看到变量值，这让 Agent 能读取这些集合中的对象，然后为每个添加 Ontology 上下文，使 Agent 能够通过 ID 检索完整的对象详情，而不仅仅是集合成员关系。没有 Ontology 上下文， Agent 只能计数对象，无法检查它们的属性。在工具部分启用原生工具调用，然后添加2个工具。第一 Apply Action， 选择 Capstone Assign Technician 和 Capstone Update Job Status， 这让 Agent 在与用户确认后能执行真实的业务操作。第二 Query Objects with SQL， 选择全部4种 Capstone 对象类型，这让 Agent 能针对你的 Ontology 编写 SQL 查询来回答部分分析性的问题，比如有多少高优先级的 HVAC 工单是开放的。操作工具和检查工具的组合使 Agent 既具分析能力又具操作能力。在指令字段中复制粘贴教程材料中的系统提示词，这个提示词告诉 Agent 其作为排班助手的角色，只是他在推荐技师时考虑工种匹配、距离、工作负载和过往表现，并要求在执行任何操纵前始终进行确认。系统提示词是最重要的配置，它塑造了 Agent 的推理方式、优先级和沟通风格。一个写得好的提示词能够让你的助手更加有用。点击保存以持久化你的配置，然后点击发布使 Agent 可用。发布会生成一个唯一的 Agent URL， 你可以将其嵌入 Workshop 看板或与团队成员共享。发布后你会看到绿色的已发布标记，注意发布不会使 Agent 公开，它仍然受 Foundry 访问控制的管理。只有对你的项目文件夹有权限的用户才能与 Agent 交互，你随时可以取消发布或更新 Agent。 仔细检查每个对象级的变量设置，确保所有4个变量都开启了 Agent 可以看到变量值，验证每个变量都启用了 Ontology 上下文，并显示正确的对象类型。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忘记启用 Ontology 上下文，没有它，Agent 可以看到对象的存在，但无法读取它们的属性。
这使它在回答具体问题时毫无用处。如果任何设置看起来不对，请现在修改并重新发布。